Hello， 我是莹莹。今天我要介绍我制作的 AI 导演系统 MSA Y1 2.0 的操作过程。这个系统能帮你做什么事情呢？你只需要输入故事，它会依照你的故事内容去进行分析、设定角色跟场景，然后最后给你完整的分镜表。接着你只要照分镜表去执行，你就能很清楚的把你脑中的故事说出来。这个 AI 导演系统可以运行在2个平台上，一个是 Gemini， 另外一个是 ChatGPT。我2个都有设定好它的背景执行的逻辑跟提示词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以 ChatGPT 作为示范，然后你可以先跟它 say hi， 它就会开始跑。他还说：“欢迎你来到 MSA Y1 导演工作室。你可以把故事丢给他，另外也可以告诉他说你想要设定什么样的风格，跟你通常使用的 AI 绘图工具是什么。那风格的话，因为今天示范的故事是寓言故事，所以我想说风格的话就是 3D 动画那种。然后 AI 绘图工具的话，我生图，因为 ChatGPT 现在也有自己本身的生图内建生图嘛。图生影片的话，我都会是用可伶。这个故事算是比较经典的故事就是狮子与老鼠。一只狮子放走了一只老鼠，然后后来狮子被猎人困住的时候老鼠就跑来救他，然后就送出去。然后就会开始分析这个故事的内容。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是放过对方与被对方拯救前后呼应，然后给你故事摘要。这个情绪弧线只讲的是故事整个下来的感受。另外，它会推荐你3到5个关键画面，非常的代表它这里的转捩点，然后核心冲突是什么。那它就会先问你6个问题，你只要依照它的问题去一步一步的回答，它就能带你一步一步完成最后可以执行的分镜表。那我的片长，我想说这种短篇故事的话，我设定2分钟好了。画面比例放在 YouTube 上面，所以是16:9。你希望观众看完之后的感受，就是最后留在他们心里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。第4题就是他会问你说有没有不能妥协的画面，因为你在看电影或者在看影片之中你很常会看到某些画面非常经典，而且它一再一再的被重播，就像那个全面启动那个穿越那3层那个画面那个就是非常经典。它指的就是说你的影片中有没有哪些画面是一定要说的，一定要呈现的。然后这个画面不光是故事的核心，也能代表说它转变的过程。你可以不光只写1个画面，你可以写好几个画面。主角，我觉得是双主角，或者是狮子要当主角也可以。那第6题的话，问的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些关键画面，然后什么故事摘要、情绪弧线，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觉得他理解是正确的话，你就直接打正确就好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法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写告诉他。接下来就是设定角色。角色的话，他会问你说，因为就像狮子里面它也是有种族的。我们以前在看《狮子王》的时候，不是有辛巴跟那个什么。另外一个我有点忘了，就是那个黑色的那只反派，所以它其实外观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回答他说你这个狮子的种族、肤色、发型、造型，然后特征，然后他会给你个建议。等等等等等，如果你觉得他的建议 OK 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他的建议。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，你就直接告诉他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设定 OK， 但是我想加一些有特色的东西。过去，我觉得如果设定它是过去曾经被老鼠咬过，这样好像还不错。他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放过的老鼠，我觉得反而更有意义。然后他这边就会告诉你说，狮子的设定 OK 吗？如果 OK 的话，那接下来就是继续小老鼠。不过我觉得，因为这些平台都是他们的平台啦，就是不论是 Gemini、ChatGPT 或 Claude， 有时候他们就是会荡荡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是不是他们有那个尖峰时段跟离峰时段，我也不晓得，就是有时候会宕机，有时候不会。就是老鼠，它也给你了小型田鼠，毛短而柔软，眼睛大而精灵的，重点是看起来聪明善良，灰褐色的，紧张时会有求生欲。我想要把它的毛皮改成浅灰色，比较经典的颜色，卡通里面都一定会出现。这边的英文版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最主要就是看中文的地方就好了。如果它中间荡掉或者它跳掉的话，你就可以按继续，就让它继续跑。
然后角色确定完之后啊，它接下来就进入场景设定。他还问你说这个故事有没有回忆画面，因为这个是之前那个公开测试的Kai给我的回馈。有时候故事啊，它会有回忆的部分，那回忆的部分跟你现在啊一定会有差别。不论是年龄或者是外形穿着，多多少少会有差别，所以我想说就设定了这个回忆画面。如果你有回忆画面，就是说有回忆画面，那过去的片段的那个角色形象，你就跟他描述一下。但因为狮子比较，过去应该跟现在应该没什么太大差别，除非你要像那个狮子王一样，他的回忆是他的小时候，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。那就会是另外一回事。然后文化设定与地理这个部分的话，是因为我之前发现它有时候会乱跳。像我之前做那个人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希望设定是在亚洲，结果他给我跑到美国去了，所以我才有了这个问题。你这个故事想要发生在哪里？日本，然后台湾。好了，然后他开始依照故事内容去设定，看有几个场景。像场景1，草原午睡就会是在非洲草原树荫下，然后场景2就是他过去回忆，场景3接下来就是进入关键帧跟片长的计算。关键帧的重点，哪些画面是必不可少？就像那个狮子王里面，他不是回忆画面的时候，那个狒狒不是把它举起来吗？那个画面就是关键帧，一定要有的画面。那这样的画面呢，通常会传达比较强烈的情感。然后他会告诉你说，刚刚前面设定的1、2、3、4、5个场景，每个场景总共大概要几秒。A roll 主要指的就是有角色的画面 ，B roll 的话可能就是过渡场景，就例如说，过渡场景有特写水杯，或者是特写那个人物的那个脚、片长，这些都确认完之后，它就会开始进入生成用的提示词。那第一步会先是角色的提示词，这时候你只要把英文版的提示词，下面中文翻译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，那只是为了方便让你观看而已，所以你不需要复制全部，你只需要复制英文的部分就好了。然后 ChatGPT 本身就能生图，所以你只要丢给它，然后直接送出，它就会开始帮你生图片。那第二个角色就是小老鼠嘛，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现在就可以一个一个的用这些提示词去生成。这不就是狮子王吗？也太像了吧！角色的提示词给你完之后，你觉得没问题的话，接下来它就会给你场景的提示词。场景参考图一次生成会生成4宫格的画面。那当初做这个设计，主要就是我不想要生成那么多张场景，所以我想要一次生成，算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。那生成好的图呢，就会长这样，是4宫格的状态。但因为这个是非洲草原，所以它不会有像都市里面会有前后左右的问题。我给你看我之前生成的都市的场景，这是日本都市的场景，然后它会有前后左右，然后还有特写，然后你就可以依照这些去一一生成参考图。然后觉得没有问题的话，就继续。场景完之后，就是进入分镜表，它会给你每一个镜头的详细资料，它会分场景一段一段一段的建立，因为没有办法一次全部生完。画面的话是用文字描述，先告诉你说这张图生成完之后啊会长什么样子。中文翻译的话，一样指的是上面的图像提示词，它是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动态提示词就是你上面的图片生成完之后啊，再用图去生成影片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提示词放到你的 AI 软体里面，然后再把参考图丢进去，然后让它去跑成影片。然后他会跟你说这个场景啊，总共的时数要多长。另外这边后面回魂针后面这些，就指的说要不要放入刚刚我们生成好的角色参考图或是场景参考图。接下来他告诉你场景1完成，那就是继续场景2。你就重复这样的流程，直到所有的分镜表去生成完成。那其实它在每个场景一段一段生成过程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原本上面的角色提示词跟场景提示词啊，赶快丢到生图软件去生，就是同步进行啊。你不一定要一次等它全部生完你再来作业，这个就是看你个人的习惯。那我的话都会是把这些东西额外的扣到 Notion 里面或者是 Word 里面再去整理，然后编辑。就是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就可以再把那个文件叫出来。然后这时候他就跟你说，所有分镜全部都完成喽。当然是我会让他再检查一次，他就会出一个最后的检查报告，他会一一的列出说每一个项目的检查状况。那你看完这些之后，你觉得哪些不满意的地方，你还是能请他去修改的。这个系统就是属于对话式的系统。
他会丢给你一些东西，然后你再回馈他。这个的话就是完整的操作流程。这个 AI 导演系统 MSA Y1 2.0 我已经上架到刚肉上面了，连结在下方资讯栏里面。如果你想购买的话，可以透过那个连结去购买。那你不光会买到这个系统的连结，同时呢，我有制作了 Notion 的笔记，目前总共有4集。这4集里面分别有什么呢？都是我从电影还有 AI 影片制作中学到的经验。第1集的话讲的是电影的构图方式，第2集讲的是分镜思维，第3集讲的是跟 AI 沟通的误区，第4集的话是告诉你怎么练就一颗导演脑。这些内容是在帮助你提升你制作影片的效率，同时也是为了让你的影片更有故事感，而不是只是画面好看而已。另外里面也有完整的教学操作手册，所以你不用怕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执行这个系统。目前这个系统加上工具包总共$59，你就可以完整的使用这个系统，外加观看里面的笔记。之前有购买 AI 导演系统 MSA Y1 1.0 和公开测试的人，你们呢会收到免费升级的信，记得去你们信箱收信哦。如果没有收到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或者发mail跟我说，我会再补寄给你们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